testing testing testing。Hello，大家好，那我是 Eric，那我今天呢就跟大家做一个大众占卜的直播，那就是你心里的那个他，到底他喜欢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我们希望就是从这个的大众占卜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到底你心里面的那个人怎么可以命中他，就是知道他到底心里面喜欢的人是长怎样。或是甚至乎说，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跟你会不会就是我们这个占卜跟你的能量有没有对到这样子？那我们呢之前都有公告过，就是他的那个的选项。那我们可以现在再看看，这个是选项一、选项二，还有就是选项三这个。那我们这三个呢，那你可以看看哪一个你现在最有感应，或是感觉最有 feel，就是你觉得啊，你心里面想着你心里面的那个人，然后看看哪一个最有感觉，你就可以点去看这样子。好了，那我们现在会开始解牌喽。那我们首先是会从第一个开始。我们呢，首先就是选项一这个啦。那我们呢会再抽多一张牌去跟它一起搭，去对应一下，到底这个能量是如何的。那我们首先会看的就是到底你喜欢的他，他是如何看待你的。那我第一张就是这个你们的主牌啦，这个 SPO，就是说他发现，就是其实如果感觉就是抽第一组选项的选项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人呢，你心里面想那个人，他是有发现到你的存在的，他是有注意到你一些特质，好像你看图中他都看到他哦，他很好看呢，他的屁股这样子，就是可能你有一些特质是很吸引到他，而且他是有注意到你的哦，就可能他表面可能没有表现出来，可是他是有感觉到你的一些好的特色，而且他是有发现你的一些特征的，就是也是特别。我觉得应该是好的地方让他发现的。然后第二张牌我们抽到就是这个 switch，就是其实呢，
他其实是对于你，我觉得他是有一种就是在换，就是因为他本来就是说更换啊、转换的意思。那我觉得他是看到你的时候，他会觉得有一种跟他之前曾经可能喜欢的类型是，我觉得是有点不一样的。他看你的感觉，因为 switch 其实就是说，可能他有一种转变，有一种改变，所以你心目中想的那个他，可能他会觉得，咦，好像你跟他曾经喜欢的类型是有点不一样的。有种换口味的 feel，就是有种换改变的感觉。那我觉得就是，如果我看来的话，其实他觉得你跟他曾经喜欢的类型是不一样，可是他是有注意到一些你的特质，就特别的地方这样子。那我们会再抽一下其他的牌，看看其实你在他的眼中是怎么去看待你的，这样。OK，那我再抽到两张牌了。第一张呢，我们看到是 Earth，然后呢下面的字是 Peace and Grounding。然后第二张呢就是 Moon 呢 Phrase Cycle Intuition。那我觉得你就是在那个你现在心里面想那个他的人的眼中，就是说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和平的人，而且是一个很接地气，就是其实你是一个就是你是会做事情是很踏实的，给我的感觉，在他的眼中。那他还是，而且他还会觉得你是一个挺有灵性的人，可能他会觉得你就是好像你可能会带一些水晶啊，或是你会有一些的，就是可能你会喜欢塔罗牌，就是你可能也会做一些冥想啊这些东西。但我觉得而且他觉得你是一个情绪是有的，就是你是有情绪的人。那当然有情绪，我们不会说情绪是不好的意思，就是说你是有感受性的，在他眼中，就是你可能开心你会笑啊，就是不开心你马上就会哭啊，比较真性情的感觉吧。我觉得这一组牌的话，在这个你喜欢的人的眼中的感觉。那我们会再看看他还会是怎么样看待你的存在呢？OK，第一张是这个清醒，驱取障碍。OK，好，在这个你喜欢的人心目中的话，他会觉得你是非常清醒的，而且你是很会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拿开，而且你是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阻碍你的东西，你只要把它一脚踢开它。然后，而且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很自在的，因为我们对应回我们第一张牌，就是他是有注意到一些你特殊的地方，就是在他的眼中，其实你是非常的突出，而且他觉得你是一个就是对自己有自信，你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做什么的感觉。这个就是我觉得其实他对你是有注意到，而且他会发现其实你是有点特别的，在他心目中。那下一个问题，我们之后是不是接着去看，到底其实他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呃一个人呢？就是你喜欢的这个对象，那你可以对应一下啊，其实或是有会不会发现一些你觉得没有发现到原来他走这一面啊，或是他其实跟你现在想的那个人对不对应？好。首先呢，我们第一张抽到这个就是 Jupiter 啦，就是木星，就是代表 abundance。然后第二张就是 Solar Flares，就是 activate。那如果给我感觉的话，它的类型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能量很充沛的人，而且他可能相对来说可能条件比较好，因为它是有丰盛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木星就是幸运星嘛，就是你在他就是他给人的眼中的感觉，就是他是一个很幸运啊，或是很有就运气很好，就是他很会就是去可能背景很好啊，或是学习很多，他会有给我一种很丰盛的感觉，因为你看到有很多葡萄，就是代表一个完满的感觉，就是在那当中可能他资源很丰富，或是他的可能他的
学习的，就是学历很好啊，各种各样样的感觉很丰沛的资源，或是运气非常好。另外那个就是 solar flare 是 activate，就是其实就是它是一个好像一种轴心点那一种轴心的感觉，因为我们都是环绕着这个去转嘛，我们所有的星球，所以呢，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向心力的人，他就是很容易，可能他是一个老板，或是他是一个主管啊，就是他很容易会带到别人的这种驱动力，感觉他的特质就是可能他讲一句话，大家都会想跟着做。这个就是他的个人特质，我们还会再看看他还有什么其他的个人特质。我们抽到呢是这个花束，还有这个百合。那这一副是一个雷浪漫卡啦，那花束的话是代表比较浪漫的感觉，所以呢，这个你喜欢的对象，他其实是一个，嗯，就是有一些情趣吧，就是花束代表他就是可能是有点浪漫、有点情趣的一种性格的，而且呢，如果是他有百合花，百合花特别成熟啊、稳重啊、年长者，所以其实他做事是给人在一种稳重、务实的感觉。就是你喜欢的这个，他是有这种给你就是有点爱浪漫呢，而且他就是一种比较成熟的能量，就是可能做事啊、作风啊很成熟。我们呢会抽一下这个的塔罗牌，然后看看到底其实他还有什么的，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就是你喜欢的这个塔。好，第一张圣杯五，第二张权杖五的逆位，第三张这个钱币骑士的逆位。好，那我们呢会先看一下，就是这个第一章的话，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圣杯五的正位。那给我的感觉呢，就是你喜欢的这个人啊，他的特色就是他其实呢，他是过去如果他的就是他的类型的话，我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有经历的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其实你会看到，就是它会有一些就像这个狗狗啦，大家一堆人他看前，可是有一只在往后看。其实他是心里面曾经可能有被受伤过，就是其实他是一个，我觉得他是一个瞻前顾后的人，就是他会可能就是会比较，我们刚刚说嘛，他稳重嘛，所以他有时候他做事情不会说很冲动的去做决定的，他有时候会有点瞻前顾后，或是他其实是挺有感情的感觉，就是他会就是有时候可能有些东西就是有些时候情感啊，这个东西会影响到他做一些判断，就是他是一个重情的人来的，我会感觉到。然后呢，我们下一站看到了就是这个权杖五的逆位，那你看到了就是权杖五的话，它如果正位的话，它就是代表在两个在吵啊，在打架。那逆位的话呢，就是他其实是我觉得他是好心的，只是他很想就是很容易就是希望把东西藏掉。他因为如果正位的话，他可能就是大家是为了去了解对方啊，或是上就是去比试的感觉。可是如果他逆位的话，其实他是一个有时候会为了胜利会有点不择手段，就是他比较好胜，他的感觉的给我的能量。然后呢，就是我们会再看到的是钱币侍者。那钱币侍者的话，它是逆位，它其实就是它其实是比较重视时间跟金钱的，我觉得他的感觉。因为呢，就是他其实是在追着他的喜欢的东西在跑啦。那逆位的话，其实就是我会感觉到他是其实有时候他对于行动他是很有点执着的，就是他其实是很执着自己拥有的东西，他的钱都不多，他其实他现在的东西够不够，就是比较物质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给我的感觉，这个类型。那我们会再看一下，就是他还有什么样的特质。第一张牌，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图画，那后面这一张他是说这个是一些关于你将来的远见，还有就是梦想跟一些的ambitions 啊，就是有些的野心。所以呢，这个我相信这个你现在喜欢这个类型啊，他对于他的将来是很有抱负、很有想法，很希望可能做出一些成果的一个人来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他有时候他说，就是其实 no one understand，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内心啊，如果这个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喜欢的这个他，他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有点寂寞，就好像觉得没有明白，没有人可以明白我，就是我在追逐这些的东西的时候，好像有点孤单的感觉，就是一直给我的 feel 的感觉咯。那我们就会看，就是既然知道他是怎么看你，也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那我们可能就想知道啊，到底这个又有野心，又很幸运的，又丰盛的另外一个这个他，到底其实他之前是有没有什么感情经历，可能导致到他现在会是这个想法，或是会有这些的感觉呢？那我们会看看他一些过去的感情经历。我们先抽一组塔罗牌看看，到底这位他其实可能过去会经历过什么。好，那我们抽到3张牌啦，虽然都是逆位，那不一定是不好的，只是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他过去的感情经历的感觉。那我们第一张看到呢是圣杯五啊，对，这个钱币五的逆位。那如果你看到钱币五的话，就知道他就是，其实钱币五就是可能就是代表一个需要救援的状态。那他是逆位的话，他就是他因为被人家救了，所以他其实就是曾经有，就是他虽然曾经很落魄，可是他是得救的，就是在他过去的感情经历，所以他曾经可能是有感情受伤，可是这个是偏向可能金钱方面比较多，可能他曾经有因为一个前任花了很多钱啊，或是曾经因为前任陷入到经济危机的感觉，所以他才会有种很落魄。曾经就是因为他逆位嘛，其实他曾经落魄，可是他现在已经好起来了，所以他曾经会对于，所以他有可能会对金钱方面的想法会比较多，就是关于伴侣另一半的，因为可能曾经为他带来一些不好的事情。那然后呢，我们就会看这个的圣杯八的逆位。那圣杯八的话呢，本来就是说他要，嗯，就是他准备重新开始出发的意思啊。那可是这一张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副牌，我们看到3个人。那他本来是逆位，但是我觉得他是有很大机会，就是他在感情之前肯定曾经被背叛啊，或是他其实不止经历过一次的背叛，如果是圣杯八的话，因为他有可能就是可能劈腿啊，或是有第三者啊，他是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然后呢，最后一张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是宝剑侍者的逆位。那宝剑侍者呢，就是一种比较我怎么说，就是可能说是比较嫩的能量吧，因为侍者他其实他的想法他是有点防备的，就是他对于他的感情，就是之前可能因为感情有过钱的问题，有过背叛的问题，所以他是很谨慎的。可是他有时候也会就是可能有一点点恋爱脑，有时候可能想得不清楚，所以才会导致他有重复被背叛的情况发生，所以他才会可能你会感觉到他可能对感情会有一点点抗拒，就是因为他其实就是经历了也不少你的这一位对象的给我的感觉。那我们还会再看看到底其实他曾经感情里面经历过一些什么呢？那我们看到这2张牌啦，第一张叫做 A Beautiful Face。那其实呢，
我觉得他曾经是对爱情很有想法，或是很有冲劲的，因为他的经历里面，他是有看到一个，因为这一章就是你看到一个很亲密的朋友，他们互相帮忙，就是他才感情里面，他曾经是有一个很甜蜜的时光，就是很被另外一半曾经很好的照料过，或者甚至不，他是很用心的去照料另外一半的感觉，就是他很细心、很体贴的去照料另外一半。当然有可能是相反，是别人很用心的照料他。然后呢，他在感情里面的另外一张，我们看到是这个 Warrior of Love 啦，就是他其实应该他是可能不，我觉得不一定是年轻人，他有可能是曾经是对感情里面是非常的勇敢的，就是很勇敢的去追他的爱。OK，可是我觉得就是他，可是可能他很勇敢，可是他又遇到一些感情的，就是创伤，可能背叛啊，或是钱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种能量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有点就是好像拉着缰绳，就是他可能就算现在对异性感兴趣，可是也不太愿意敢随便的投入，因为他可能之前曾经有遇到过这些的问题之后，他开始有勒住自己的感觉。然后我们再看看他其实还有些什么感情经历。三，OK，我觉得他，有可能啊，给我的感觉，因为我们抽了爱心，三就是他曾经经历过很多的困难，他最后是有就是他的感情上面是有遇到一些困难的，最后可能就是克服了，可能是有一些成果，因为毕竟他有经历过感情的甜蜜嘛。因为我如果看到这一个是爱心的话，其实很大几率他之前有可能有一段感情已经差不多是想跟人家结婚啊，甚至不是有可能是跟另外一半是有下了一些承诺，就是可能打算就是结婚或是在一起，或是一个比较固定的关系。那可是我觉得他到最后有可能他现在是单身，就是因为他最后被背叛了，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话，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感情受创的时候，有可能他就是导致到为什么他现在可能对感情不太感兴趣，或是可能会很小心去想他的感情的部分。好，然后呢，我们就会再看一下，到底什么的特质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到底你怎么样可以命中他？他是喜欢一个什么样的男生或是女生呢？你可以看看到底你有没有这个特质，是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好，第一张。他喜欢的是这个自信去无传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是一个他喜欢人家，就是他觉得不要什么都要，就是可能你要选择一些你要的东西，不是所有东西你都要哦。你要学会，可能我们现在经常说断舍离，你要就是他喜欢那些人是很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用什么，可能我什么是对我好的啊，什么是对我不好的啊这样子。就是他喜欢的人是很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呢，就是这一张是承认，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喜欢的人是很愿意承认自己需要什么的感觉，就是不会说哎很两面人的，我们有时候会装啊，他会很说好像我喜欢就喜欢，我不喜欢就不喜欢，比较直率的感觉。他是喜欢就是另外一半是这样的特质。就是很不会说啊，可能表面一套，里面一套啊，就是很大方的去承认自己的感觉或者想法的。我们还会看一下，其实他还喜欢到底什么的特质会让他有心动的感觉呢？嗯。他喜欢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一张牌，Wish Wisely，就是说他是很喜欢他的伴侣是有梦想的，而且是梦想之余是愿意去追逐，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字是显化，那就是说你不单只要喜欢有梦想、有想法，而且你还要就是你对于你自己的梦想是明确的，好像假设我今天想成为一个
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他看到你在工作很努力，你很想去做很多的事情，去显化一些你曾经想要的东西，例如你想赚很多钱，可能他看到你努力的工作，所以就是说你不单只是有。就是他喜欢的，可能就是那个特质是不单是有梦想，而且是很希望去把自己的梦想做成真的，不是空讲的。而且呢，就是第二章我们抽到是 inspiration，就是他喜欢他的伴侣是可以带来他一些的可能一些启发，可能他有些东西想不通，可能看到你之后，咦，好像叮，突然就是想通了，或是你有时候讲话是很有睿智的感觉，就是让他感觉到哦，好像可以给到他一些的启发，甚至乎可以为他在那些瓶颈里面带来一些新的想法。这个是他很希望他的伴侣就是有着特质。然后呢，我们会再抽一下塔罗牌，到底他喜欢什么样的特质？好，我们呢抽到3张牌啦，第一张是教皇，那教皇就是代表就是很有学识，很有当然有种能量是可能比较传统吧，就是可能是想法比较传统啊，可能例如就是好像你就是交往是为了结婚啊，就是思想比较传统啊。同样时间，我觉得他喜欢的特质就是你比较有学识，就是可能你就是对于知识是拥有不少的知识，是可能他不懂的，或是他感兴趣的。就是他喜欢的特质。然后呢，我们看到的是权杖四的逆位。那另外的特质呢，我觉得他喜欢的感觉就是，他是因为本来权杖四是庆祝跟喜悦嘛。那现在如果是逆位的话，我觉得他是你是会在一些实际的层面里面去找寻一些快乐的东西，因为有时候我们快乐是很虚的，可是你是很感恩，那可能你会很容易用一些小确幸感到快乐，这样的特质是他喜欢的。就是可能，他喜欢那个伴侣，就是可能每天都会很感谢每天发生的事情，或是很感恩他现在有的东西。他是觉得这种会感恩的心是让他觉得喜欢的类型。然后呢，下一站我们抽到是死亡。那死亡是代表什么意思呢？那当然不是说他喜欢什么的奇怪的东西。那死亡的话，其实是我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死亡其实就是有经历，它是一些让你成长的力量吧。给我来说，因为我们都说嘛，在塔罗牌里面，死亡是为了重生。那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他喜欢他的伴侣，就是可能是有种，很介意的能量，就算是遇到问题啊，他还是不会退缩，他不会受到一些束缚，让他没办法前进。所以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希望他的伴侣就是不怕困难的，很勇敢的去前进的那种特质。那然后呢，我们会再抽一下，到底你还有什么特质是会让你喜欢的这个人他会心动呢？第一张云，好，那我们抽到第一张是云朵啊，第二张是镰刀了。那这两张看起来感觉好像很不好啦，那其实是不是就不是？因为呢，云呢，其实在塔罗牌这个雷欧妈其实是有中性的状态啦，就是它其实就是它，给我的感觉，它如果代表一个人喜欢的类型，其实反而是他可能不太喜欢有一种就是模棱两可的状态，像云朵。这样子有时候阴晴圆缺，就是你可以有情绪，可是他不希望你是隐藏的。就是好像有些人就是很喜欢，就是会讲一些很酸的话啊，他是有些人就是不讲明白，就是有种好像东西都放心里，我不要你知道。他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可能不太喜欢这一种，因为我们之前有抽到一些牌卡，就是说其实他是喜欢一些比较就是他自己的话个性，我觉得是比较直率的。那我觉得如果就是有点阴晴不明的话，可能他不太会喜欢。那然后呢，我们抽到是镰刀。那这个的话是代表其实他喜欢的，我觉得是比较干脆的，就是一说一就一，说二就二，就不会说那种拖泥带水
感觉的特质，就是他喜欢可能就是哦，说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比较清楚明白的，而不是有时候可能比较硬啊，心里面想一套啊，讲就是另外一套啊。毕竟他曾经，我觉得他过去的感情经历是有，如果有被背叛过，是有受一些伤害的话，他一定希望他的理想的另一半是比较直接，不会说有点变来变去啊，而是有时候可能想要的东西又不明讲，然后让他一直在猜，之后又可能发脾气这样子，所以他这个才是他会吸引到他的一些特质。那我们呢就会再看看，其实你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去让这个你喜欢的他，可能假设你还没跟他开始，或是你已经跟他开始，怎么会更好这样子。好，第一章提心火力。他就是大天使加百列，他是说，如果你想让这一段感情进入真的是可能你们在一起，或是你们如果在一起了，怎么样更好？就是首先你要提升你的活力，就是你要自己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更加有那个向阳性，可能就是让对方感觉到你是很有兴趣啊，或是你对于他是很积极的能量。然后呢，就要敞开你的心。假设你现在还是在暗恋他的话，可能你就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就是告诉别人你的心意是怎样。就是当然了，你听一下你刚刚说他喜欢的特质，你有没有符合？如果你是符合的话，可以就是感觉会不会有一个好的时机，可以把你的心告诉他呢？那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到底你可以做些什么去让这个感情去发展呢？我说到的是蛇，还有星星。那这两张的话呢，如果就是雷诺曼牌的话呢，蛇呢，它就是说你要注意一些状况，有没有一些东西不信任的。那所以的话，你要就是我觉得这一张是提醒你，那如果你们想在一起的话，可能你要检视一下你身边有没有什么有可能会阻碍你们发展的东西，现在要把它清除。可能不管是小人啊，或是潜在的情敌啊，这些东西，你可能先要搞清楚，就是免得就是到时候真的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会出现其他的障碍。然后呢，星星来说，就是你要对这个东西，就是你跟他在一起这个事情，你要抱有希望，因为他其实是有可能被拿下来的，就是你要相信你自己是有这个能力去吸引他的，才可以就是让你成功跟他们在一起这样子。我们还会抽一下，到底你会用什么东西去让这个感情真的去发展呢？他是说，就是大概是说，就是你要就是有一种保护的感觉。当然，如果你是女生，你不是说怎么他还要我去保护他嘛？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可能有些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嘛，他可能曾经是有一些受伤的经历，就是你的保护可能是给他一些安慰或是疗愈，去让他感觉安全。就是有时候可能你跟他聊一下天，就是有种服务的心，因为我们可以互相开解或是有时候他遇到一些困难你可能帮助他，这些就可以加速你们关系的发展。然后另外一张呢，我们就看到相互依存、成长跟支持，就是说其实。你想让他对你感兴趣，或是让你们怎么去发展？就是，让他开始觉得你是一个可以依赖的对象，或是你是可以支持他，跟他一起去争取他想要的东西。因为我们前面有说过，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好胜心的，而且也是一个比较有想法的一个人。那我们就是你如果想让他跟你在一起的话，可能就是我是可以跟你一起打拼的，我是你的伙伴，我是很有想法，我是想跟你在一起创作更好的东西，有更好的愿望跟未来去实现梦想的。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就会让你可能就会变成他适合的人。最后呢，我们要看的问题就是，到底你们会有机会出现什么结局呢？我觉得这个都是各位选项的人都很想知道的，就是我们的结局会是什么。
那这个是加百列说，他说我觉得哦，如果你要看这个，你一定想知道结局嘛。那所以我们都剧透一下，到底你们会有什么结局呢？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去跟他在一起啊，怎样的话，好，第一张我们是抽到的是哦，结局是找人帮忙。嗯哼，首先呢，大本是说你们要走到这个结局，还是会需要更多人的帮助。而且他说，你可能还要了解，他互相要了解更多，就是因为他说，你们在走上结局之前，就是假设你们要，真的是去结婚啊，或是什么样，可能你要多了解一下这个人。所以他说，就是不要闪婚，可能多看一下会好一点。这个是他第一个要说的。那我们会再凑一下，到底你们会有机会出现什么结局呢？嗯，好，给我的感觉哈，因为正常来说，这个 like jurisdiction 呢，就是说你们可能会有些法律的关系。当然了，如果平常有可能这种是离婚啊什么状态，可是因为这一套牌卡里边就是有一张是结婚啊，那我觉得有可能你们的结局是不一定说是你们是一个就是会大牌演习的感觉，因为他另外一组出了这个 journey，就是再来是说有可能你们会结婚，可是只是简单的旅行结婚的感觉，就是可能如果你们真的会走上的结局，就是有可能不是那种大牌演习的感觉，就是会可能你们会可能一起去一个新的地方生活，或者是甚至乎移民有考虑，就是去另外一个地方，你们是合法的，就是你们真的会有可能一定的契约在一起。可是问题是，你们就很大几率可能会离开现在住的地方啊，或是就选择用旅行结婚的方式去呃在一起这样子。我们还会看看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局的提示呢？嗯，好。听我的感觉呢，你们的结局是有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可是是光明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美人鱼它是在等，可是它是等的，然后我们看到远远的是有一个光飞的，有太阳的光，就是因为这个你可以说是夕阳，你可能说是日出。那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是会在等待的过程中是有很大机会看到希望，因为我们另外一常是支持，而且是旁边有很多鱼啊，鱼代表丰盛。所以呢，其实你这个的选择，或是你愿意去做的话，其实你会得到宇宙的支持。那我觉得你们的结局是光明的几率是很大的，只是可能你就是他的提醒就是说你要先注重一下，就是一些资讯的部分，还有就是当然了，你有可能如果你愿意跟他在一起，可能你要考虑会不会移民啊，会不会离开你熟悉的地方啊，这样子。那我相信你们的结局应该会是光明的。那我希望呢，这一次的牌卡会让就是选择第一组的朋友会有一些的启发或是想法。那我现在呢，就是让第一组的也差不多了。那我之后的话呢，如果就是我们会把它公开啦，之后会再上一个中文字幕。如果你是中间进来的，然后没有看到完整的，你可以到时候等我们上线的时候再来看，就是完整的这个影片这样子。那我非常感谢，就是第一组选项的朋友来看这个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那之后的话呢，我们就是再有其他的占卜的话，也会在上面公告哦。那我现在呢会收一下牌，然后就会准备进入第二组选项嘛。
好了，那我们呢现在会来到第二组选项。那第二组选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抽到的牌呢，就是这个 vanity。vanity 呢，就是代表一种虚荣啊、很自傲啊的感觉。那我们呢，就是第一个问题就会抽一下，就是选择第二组牌卡的观众们，到底你喜欢的他到底是如何去看待你的感觉？好，我们会再多抽一张牌去一起解，到底他对你的看法是什么？OK。如果呢给我看的话，就是他会觉得你是一个就是你心里面的那个他，他会觉得其实你是一个挺有自信的人，而且是对自己是很满意的。假设就是他会在他眼中，就是你是挺满意你自己的，有点就是这挺有自信，我会觉得。而且因为我们第二张看我是 event，就是他会觉得啊，在很多场合看到你就是一个很我们说社牛可以这样说吧，就是你是很长袖善舞啊，可能他觉得你跟别人的交流啊、交谈啊都很大方得体的感觉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会觉得他在他心目中就是你就好像一只花蝴蝶，OK，就是哪里都能混得开，也做得很好的感觉。那我们会再看一下，到底他是怎么看你的，你喜欢的那个他。好哦，那我看到呢，就是这个第一个是这个扫把啦，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算是一个就是一个花圃的一个样子的东西啦。那给我的感觉呢，第一张的话就是其实他觉得你是个挺干净的人，不管是你真实的是不是干净，就是是可能就是 physical 里的很干净，可是也是一种你的能量很干净，给他一种就是觉得你是有注重你的能量，可能你不会有很多负能量啊，你会有这种比较干净啊，给他的感觉。而且呢，他会觉得你是一个，这个是代表一些帮助，这些界限啊，这种东西。那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觉得你是一个很好恶分明或是黑白分明的人的。他在他眼中看你的话，就是其实就是好朋友之好友，不好的就是不好的，就是不会说一种，就是给他那种非黑即白的感觉吧。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喜欢跟不喜欢是非常明显的，给他的感觉。嗯。还有呢，就是在他眼中哦，你是一个很光明的人，就是给他来说，就是刚刚我说嘛，就是你是有种，他会觉得你有点光明磊落，就是不会说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啊，或是比较正义啊。然后呢，他也觉得你是有疗愈能力的人，因为他觉得可能你能保持你自己的能量那么好，那么的干净，那你一定是很会照顾自己，是很有疗愈能力的，给他的感觉就是觉得。那我们看完了，就是他现在是怎么看你了。那么我们看看到底其实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类型？那你可以引证你一下，到底这一组跟你的对应对不对？那我们呢抽到两张牌了，关于它是个什么样的类型？第一张呢，我们抽到这个叫 progression progression 其实是我们的算是一种行星在运行的状态。那这个是代表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直在流动，其实它是挺会变动的。就是它的给我的感觉，就是像是那种有点像那种我们说的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就是它是很容易适应现在的状态，适当什么时候场合做些什么见到人应该怎么做他是很会变通，很会转变他自己去符合不同的情况的感觉。然后呢，第二章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他就好像有扎根在这个的啊、
这个点啊，这个 immune 这个点啊，那就是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挺顾家的人，因为这个点是跟你的根部，就是你的家庭、原生家庭是有关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家庭观念重的人，就是可能他还是会很就是在乎他家里的想法啊，爸爸妈妈可能甚至我可能跟爸妈一起在住啊，就是他是比较对于家庭是挺重视的一个人。好，我们会再抽看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呢？鸟，还有这个十字架。那鸟的话呢，在雷诺曼卡代表讯息，就是其实他是一个消息很灵通的人，就是有点双子座的特质，就是可能他会很注重手的东西啊，甚至很爱看新闻啊，很注重社会的动态啊，就是他是一个很多的消息来源的人。然后呢，另外一个这个十字架叫做因果业力，那我们可以说，其实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特质就是他其实有点信一些灵性的东西，就是其实他可能他有自己的宗教，他可能信佛啊，或者是有信仰啊，但是他其实是挺相信因果关系啊，可能就是适当的时候会去拜拜啊。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是一个相信这些东西的人来的，相信是灵性东西的人。好，我们会抽这卡塔罗牌来，然后看看到底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我们从塔罗牌里面看一下，给我的感觉呢，这几张牌呢，就是他其实对于权力啊、金钱啊是在乎的，就是他会，其实就是这一张，其实就是他其实对于钱是有他追逐的。因为我刚好这张第一组在同一个差不多的时候抽到这个牌，就是其实呢，他的类型就是他其实对于物质的东西还是挺重视，而且他愿意花时间去追这个东西，所以他是看重钱的部分。然后呢，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它，其实它是，就是你看到这个狗狗，它拿着一只很大的这个权杖，然后在太阳下面，那它真的是逆位。那我觉得它其实是有点过度负担。他现在做的东西，他其实是很追求更多的权利吧，我应该这样说，就是他是一个可能一直往上爬，或是很想爬到更高的社会阶梯的感觉。就是他是很有志向，而且很想改变他自己的东西。因为我最后看到权杖三，它就是一个狗狗，它看向远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远大的梦想，就是算是一个梦想家，是希望可以去得到更多的权利去有更大伟大的梦想想完成的，所以他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吧，我觉得给我的感觉。好，我们会再看一下，到底这个你的理想对象到底他心里面他还有是什么的特质？第一张，第二张，好，好，第一张呢，我们看一下它解析。他的特质就是他是很爱学习的，就是关于一些人生的体会，不管是从人生经验，或是一些学习的东西，就是学习的东西，他都是很喜欢的。他就是可能很爱学习啊，或是可能他有很多个学会啊，或是他学过很多的东西。然后呢，另外一个特质呢，就是说，嗯，他其实可能人生他是经历过很多的，嗯，就是有不同的阶段吧，或是一些波折，我可以这样说。他可能曾经在人生中有一些不同的阶段，可能他穷过啊，失落过啊，或是有不同的东西才会到今天的他。所以他人生不是一个算是我觉得没有到一帆风顺的，就是给我的感觉是他可能经历了一些高高低低的感觉，就是这个就是他的一些特质。
那我觉得有经历的人，其实可能他相对来说，他更加知道自己要什么，因为他可能曾经有一些经历，所以就是他的特质，就是相对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比较成熟，也更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好了，既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那我们可能现在会看一下，到底他过去有什么的感情经历了，我们可以从塔罗牌里面看看到底他过去的经历，他有些什么关于感情方面的事情，他有受过情伤吗，或者怎么样？第一张圣杯五，OK，宝金国王，OK，权杖王后。那好，如果呢这一组的话，我们抽3张塔罗牌啦，然后就看一下他其实过去的感情的话，我觉得过去的他是非常重视感情的，就是曾经可能是算是一种比较恋爱脑，可能曾经感情在他心目中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那可是我觉得他是有理智的，因为他这个人呢、我们看到他这个国王是戴着面具，所以他就是有时候为了可能他心里面很重视，可能给人家表象不像，他是一个戴着面具，因为他会给人一种很冷静的感觉，他会给人他自己的心里面想法，可能觉得啊，如果我太过重视感情的话，会被人家觉得我的思想不够的，清楚啊，或是太过感情用事啊，所以他就刻意去隐藏自己对于感情的重视度。然后给我的话，他感情经历的方面的话，他说的是权杖王后。那这个不限男女啦，可是我会觉得他其实过去的感情对象是比较强势的，就是他的就是对方的力量是比较强的，所以他其实是我觉得他会有一种呃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面对他的感情的原因，是因为对方太强势，让他没有办法好好去展现，或是得到他真的想要的东西的感觉。那我们会再抽一下，到底他是有什么感情经历？好，那如果呢这2张给我的感觉呢，他有可能这一组喜欢的这一个对象曾经是海王或是海后，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觉得他过去的感情经历是丰富的，因为他有很多人是对他有兴趣，就是会投送一种感兴趣的目光吧，elephant glaze。然后呢，就是而且他是有点在玩一种感情游戏的感觉，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新伴侣啊、关系啊，就是他没有到，就是他曾经很重视感情，可是他也曾经把感情当成一种游戏，就是可能有互相的玩啊，或是可能他没有，就是有些的后面我觉得他有些可能不太重视感情的成分在里面，就是他可能曾经就是可能很爱可能约炮啊，或是就跟很多不同的人有感情纠葛啊，给我的感觉会有一点点这样子。那他还有什么感情经历了？我们会再看一下。如果给我看这2张牌的话，因为一张代表讯息，两个其实就跟讯息有关的。那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感情经历，有可能他以前曾经是有的对象是一种远距离的，就是经常要发讯息，就是他是有经历过一些远距离的恋爱，也有可能是因为远距离嘛，所以他就寂寞，他就会找其他的伴侣啊，或者怎样。那所以的话，我觉得他是有经历过一些远距离的恋爱，让他是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去跟那个伴侣在一起，所以他就选择可能甚至会有一些出轨的倾向啊，而且他会觉得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会觉得这一个人其实是可能不太能直默，OK，就是他可能不太能一个人单独，可能你跟他远距离可能不太行的，给我的感觉。那
到底什么特质是会让这一个你心里面的他会心动？他喜欢什么样的伴侣的？我们会现在下一个看一下。OK，好。前两张牌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回归，就是他说，就是你是一个有自己兴趣的人，而且你可能很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因为说时间天明嘛。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穿透语言文字的表象，我觉得他是很喜欢跟那个人是有那种心灵的触动，就好像我不用讲话，你都能心灵感应到我在想什么。就是我不用文字写出来，或是我不用讲，可能一个眼神、一种感觉，你就知道我在心里面在想什么。所以他是比较喜欢的一种像心灵感应的伴侣的感觉。然后呢，我们会再看一下，到底他喜欢什么样的类型。他应该喜欢另外一半，就是可能他的特质就是比较聪明的，很有智慧，就是可能啊，你很多东西都有自己的看法啊，你的见解很独到啊。因为我们看到有一只猫头鹰在那边，就是我觉得那种智慧是一种灵性上的智慧，可能你很多时候看东西的观点跟角度与别人不一样，就会很吸引到他。然后下一张我们看到的是音乐 music，就是你可能对音乐感兴趣，或是可能啊你会钢琴啊，你会一些乐器啊，他会觉得你的气质会，他会很喜欢你喜欢音乐，有可能不一定是古典音乐，可能你是喜欢某些音乐是跟他有同样的口味，可能都喜欢 jazz 啊，甚至乎喜欢一些流行歌，是歌手是同一类的，他会觉得会跟他比较有共同的话题吧，在音乐这个方面。我们还会看一下有什么特质是会让他心动的。我们会看一组塔罗牌。那刚好这三张都是钱币，然后三张都是逆位。那给我的感觉，其实他不太喜欢另一半太过在乎金钱，他可能自己很在乎金钱，可是他希望另外一半不要太过注重物质跟金钱的感觉，因为刚好我们四张都是钱币。那第一张就是钱币四，钱币四本来是代表占有欲，很贪心，多了一个钱，想把自己的钱都抓紧。那现在是逆位，其实就是他希望另外一半是大方的，就是不要把钱看得很重，就是不要牢牢把钱抓住。他喜欢可能你比较大方啊，你比较对钱不执着的感觉。然后呢，就是钱币六，那就是我们说就是，传统来说就是他会就是把钱送给别人啊，分配嘛，对不对？那给我的感觉就是，其实他是他不是说要你施舍他或者怎样，可是他会觉得就是，嗯，他是反而他是倒过来，他想就是可能他成为你的金钱的资源，就是他可能就是你可以施舍他嘛，只要反过来就是可能你会在金钱上面对他有一些依赖，就是可能他的物质是比你好的，就是然后你可能那时候你可能叫他帮你买东西或怎样，他是喜欢他可以在有些地方他可以显得自己是有能力的在钱这个方面。然后呢，我们跟着看到是这个钱币八，那钱币八的话呢，就是修行啊，或者很专注的意思。那现在逆位的话呢，其实它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跟钱有关，就是他希望你可能可以从事一些就是不是说非常专注在赚钱的，因为我刚刚看嘛，他喜欢可能是有一些音乐啊、一些艺术啊，或者是很知道自己的兴趣跟天命啊，就是他喜欢的伴侣的特质，就是可能不是像细数的，可能我就是努力赚钱养家，而是可能你还是会陶冶性情，可能会做一些休闲活动去调养自己啊，让自己变更好啊，而不是纯粹只为钱啊这个东西去想的感觉。那我们还会再看一下，到底他还有什么特质是他喜欢的呢？
刚刚说他不喜欢钱啊，不过他希望你人生是丰盛的，OK？就是他喜欢的特质就是挺有趣的，就是你可以不要看重钱，不过他觉得你的人生要丰盛，就是我觉得也不一定说真的是钱的那种丰盛，就是你的心是很富足的，你觉得自己拥有的东西很多，你不会觉得自己很缺乏，不管是哪个方面的，例如爱，还有就是自信，所有东西都是很满足、很满的状态。他喜欢你是丰盛的，然后他希望你是一种鸟，然后就是说你是知识是广播的，就是你会有很多讯息的来源，或是你是很愿意收集各种各样不同的资讯，就是他喜欢你是愿意去了解很多东西啊，或者对很多东西感兴趣啊，这、就是他喜欢的特质。那我们呢就会再看下一个，就是会看一下到底你应该做一些什么，可以让你们真的会发展，或是已经在发展，怎么发展的更好？好，直觉第一张抽到的是，第二张抽到是服务别人。好，大概是这样的，是说，就是你如果想让你跟他的关系变更好，或是真的能发展啊怎样的话，你首先要相信你自己的直觉。就是好像假设今天，咦，你觉得你可以，有机会跟他靠近一点，你就只觉得现在做这个就对了，那你就相信你直觉，聆听你内心的声音，去做决定，或是做一些的改变。然后呢，第二张你抽到的是服务别人。服务别人呢，我觉得是他说有两个解析，有可能就是你可以帮他一些事情，争取他跟他相处的机会，或是有可能就是你可以多做一些自工服务，去增加自己的福报，也是可以帮你跟他的感情顺畅。甚至乎有可能，因为我们刚刚说嘛，其实周谷他喜欢太过俗气的女生或者男生，可能你在这种自工服务的时候啊，让他知道你是有在做一些好的事情，可能会吸引到他的注意。好，那我们会再看一下，到底你可以做些什么，让他就是这个感情发展的更好。好，有点有趣啊！我们抽了这个牌，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你第一张抽到的是选择，OK，选择就是它有两个你可以选。那我不确定现在选这个牌会不会，你其实是有一些选择是可以做的，好像你现在有两个对象，或是有两个有兴趣的对象。那他说你可能如果你要跟他在一起，当然你要先做出选择，或是你要坚定你的选择，你才会可以跟他说我做了个做一起。所以你要想想，现在到底他是不是最好的选择呢？另外的话呢，我们抽到十字架，十字架它能代表业力因果的关系。那我觉得你跟他是有缘分的，就是跟这一组的话，那所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可能，你可能如果你感觉到跟他是一种很奥秘的存在，那你要做什么？就是相信这个缘分。就是为什么我们抽到前面是直觉，就是你会有感觉到是对的时候跟他发展，或者是对的时候去表白，你会有一种好像一种共识性，或是一种宇宙在安排的感觉。我觉得是有这种 feel 的这一组的话，我们还会再抽一下，到底你可以做一些什么，让他去呃感情顺利的发展。好了，给我的感觉这一组的话，很大几率其实抽到很大几率是你跟他还没有开始。那你要做的东西就是他说要创作，就是怎样来说，就是宇宙会安排一些东西给你，可是你也要去接住，去让他有，就是可能你看到是有一个可能你有机会跟他单独相处的一些计划，或是刚好一些约会，可能你就开始要创作这个机会，或是有时候你看到你可能有别人会给你创作机会，那你就要把握这个，就可能就是你们感情的开始。OK，然后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神性联盟，就是我觉得你们就是我刚刚说可能有点命中注定的感觉。其实，如果去做一些亲密的举动，好像有时候不经意碰到他的手啊，或是不经意跟他一些的
身体接触，可能他会有一种电流感，然后觉得，咦，好像跟你有一些暧昧啊，或是那种感觉，他就会有收到你的讯息。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嗯，给我的感觉，可能他心里面对你也是有点感兴趣的。之后呢，我们会再看一下，到底你们会有机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呢？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大天使他有什么的建议，你们的结局是有可能往哪个方面发展呢？OK，他说你已经准备好了，你的结局就是我觉得你可能曾经你有可能，因为第二张我抽到是 recovery，曾经你可能也受过一些情伤，或是过去在感情上面有些不顺，让你没有自信，怎样？就是可能对于就是我有可能争取到他的喜欢吗？可能你是没自信的，可是现在大天使在本身告诉你你已经准备好了，而且你已经收复了从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偏向是正向的结局啊，因为他说你已经准备好，你也收复好了，就是有可能你以前感情不顺是因为你没准备好，或是你没有疗愈好你过去的自己。那现在的你其实已经准备好去接一段新的感情，而且你更加懂得怎么成熟去应对这一个感情关系。所以我相信，就是你的结局是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旅程。然后我们再看看到底还会有什么结局呢？OK，好，那这个的话呢，我们抽到一张是 main male，一张是 poverty。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男生是很大几率会是一个对的人。可是贫穷又是什么意思呢？再来是说，你跟这个男生或是女生啊，就是你可能要注意的是，就是钱这个方面的处理。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要注意，就是他会不会，如果他有需要你经营他，或者是跟钱的挂个抬头，他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对的状态。所以你要注意，就是说，哎，到底这个另一半他会不会可能有需要，让你需要一些物质的资源呢？就是你要拿捏一些界限。到底我如果跟他在一起，是不是我代表就要无限付出的对他？其实不是。OK，所以你要注意，就是跟这个人发展的时候，你们的钱的流动是怎样。就是如果你跟他越巧这个金钱纠葛的时候，其实你们的感情才会越好了。然后我们会再看最后的牌，看看你们会有用去那什么结局。好，他是说要注意啦，awareness，还有 be energized，就是你会重新充电，就是跟这个人在一起，你会有一种回春了，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你的能量会重新被充电，而且呢，他说他其实会提高了你的警觉性，警觉性不一定是不好的，就是你可能对所有东西更加敏感，对于你自己的能量更加敏感，或者对于身边的事物更加敏感。他只有说，就是说，如果你是抽这一组牌，他除了觉得金钱方面你需要注意以外，其他其实都不是太重要，因为这个人可能会给你更多新的想法跟可能。而且他说这一组选项的朋友，如果你能在一段爱情里面得到滋养的时候，其实你整个人会活过来，或是你会更加有动力去完成你的一些人生使命。那我希望呢，我刚刚讲的建议可以帮助到大家有一些新的想法啦。那第二组的牌我们就解到这里啦。那如果你是刚进来的话，是你是想看一下到底我前面在讲些什么啊？那你就可以去看之后的回看，因为我之后的话就是会上好字幕的话会再通知。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大众占卜是有趣的，那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之后也会每个星期四都会有不同的占卜的题目啊，或是灵性的分享的直播。那订阅了就不会错过。那很感谢大家的收看，OK，谢谢大家。那我现在会收一下那个牌卡，之后就准备第三组的解牌了。
哎呀，大家久等了。那我们终于来到第三组了，这第三组的很久了。那第三组的牌呢，我们就是看到主牌了，就是这个 invitation。那因为有些地方就比较危险，那我就遮了一下。那 invitation 是一个邀请，OK？那到底你喜欢的他是怎么样看待你的呢？那我们会再抽一张牌一起去接哦。OK，我们抽到另外一张是 self worth，OK。那我们这一个部分呢，我们会先就是看这个第三组牌卡，到底你喜欢的那个他是怎么看你的？我觉得从这两张牌里面给我的感觉，就是第一张 invitation，我觉得他感觉到你对他是有意思的，就是你有种邀请的感觉，就是他会觉得，咦，好像这一位，好像你的态度是让他感觉到你对他是有意思的。而且呢，这一张的话，另外一张我就觉得就是他觉得你是一个很我觉得他是可能对你有好感，说不定算是喜欢，因为你在网上途中这个，你是很知道自己的价值，你也很知道自己的有什么的优点跟缺点。他是好像台下这个观众，他其实你好像很欣赏你啊，或是很知道你的价值啊，这样子，所以他对你，我觉得是有点感兴趣的。就是算是比较直白的感觉吧。我会觉得就是他其实他看你的感觉也是有一种暧昧的感觉。那我们会再抽一下牌，看看后面的，看看他其实是怎么看待你的。OK，另外一个我们抽到是蜜蜂，他是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群众能力的人啊，可能你很会带团队啊，或是你很会跟别人合作，给他的感觉，而且更加是有个重点就是他觉得你很甜，OK，可能对于他来说是吸引的，给我的感觉的 feel。然后第二张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个 sage 这个鼠尾草，就是他会觉得你是一种很和谐啊，因为我们也知道鼠尾草是用来净化空间，就是好像你去到哪里，那你都会被你带火。给我的 feel 就是说，好像你去到这一个群里面，这个群整个气氛会因为你的出现，好像整个活力过来了。而且他还有就是智慧，还有进化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他觉得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给他这种很睿智，还有就是就是很热爱和谐吧，就是他感觉你不太会跟别人吵架啊，比较有和善的感觉啊。OK，另外呢，我抽到另外两张，就是说这个三数就是挺直跟顺输，另外那个是温柔母性跟抚平情绪。那我会觉得就是因为这里也是 harmony 是一个平静嘛，我会觉得他其实觉得你是一个很有女性特质。当然，这个我们不限，就是你是女生还是男生，就是你可能很会照顾人，你很会让他感觉到情绪稳定，所以呢，他会觉得你是有一种母性的能量，让他觉得很温暖的。而且他觉得你是个很正直的人，行动也很快，或是你要做什么都是速度很快的，就是不会拖泥带水的感觉。在他心目中看你的话，那好了，那到底他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呢？我们会抽一下，看看你感觉一下，他跟你的想象是不是一样的？嗯。那我们第一张抽到的就是射手座，OK。那射手座的话，其实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一个扩张啊，或是一种很高远的市场。我觉得呢，你的这一位对象他是很有理想性的，而且他是一种很有目标，就是很远大的梦想。他是一个很有梦想、很有抱负的人。可能他有很多的理念，就是你会觉得他的理念会让人家吸引的，就是我们说可能他会对一些远大的目标很有兴趣，或是你的时候他其实挺会画大饼，就是很多的梦想、很多的理想想实践的人。
另外一个是十宫，代表权威，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或是他在他的领域里面是有一些的能力，或是他可能就是一些领袖，甚至如他在他的行业是有影响力的人，就是有时我觉得，因为他是十宫的能量，可能他也是有一种，可能他年纪比你大，或是他其实他是比较稳重吧，会有一种稳重的感觉。然后呢，我们会再抽一下，到底他是什么类型呢？好，然后呢，我们抽雷诺曼卡的话，抽到一个是信件跟这个树。那信件的话呢，我觉得如果类型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挺爱用文字去表达自己的人，就是可能他话不多，他可能反而会比较喜欢用一些文字啊去表达他自己的想法啊，或是一些的理念啊，OK，或是他是可能是一个文人吧，我可能这样说。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树，这个树呢，其实是代表一个老树，它是很有力量的，因为它是个很粗很壮的树干。那我觉得它，当然有可能它的身形比较健实，我觉得就是比较大只一点的，或是比较壮一点的感觉。而且它给我的能量是它很稳定，稳定的东西是不是说他的人很稳定？他的就是好像他是很重，就是说很知道自己要什么啊，或是他已经有很多的社会人生经验啊，是知道的。我给我的感觉。然后我们会再抽一下，到底他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呢？透过塔罗牌。然后，那我们看到第一张是圣杯三，那圣杯三的话，就是大家都庆祝啊，感觉，我觉得它是算是一种比较乐观、开心的、积极的能量。就是他其实他在情感方面他是愿意乐观的，因为我们刚才也抽到射手座嘛。其实我觉得他算是一种比较积极乐观，可能给人家的感觉嘛，至少外表看起来他是开心的，或是他是比较愿意为大人带，就是为大家带来欢乐咯。可是是不是真的整个都欢乐？我觉得不一定，可能他自己私下会自己有情绪，可是至少在你能看到的眼里面，他是一个快乐的人。那然后呢，我们第二张看到的就是这个的钱币八。那钱币八的话呢，它逆位呢，其实给我说的时候，其实因为八，你看到我就是有很多个球在丢来丢去，它在接。那其实他可能是有很多东西在做的，就是有可能他的专注力是不太集中，他可能这边在做事情，那边在听音乐，可能或是会在做很多事情同一时间，他喜欢这个多工作处事的一种状态，他比较不容易集中精神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再跟着看到的是这个是宝剑四，就是他其实是我觉得他在家里的就好像这一个狗狗，它比较会耍废啊，可能去休息啊。就是它其实是我觉得他人前跟人后是不一样的，就是他自我一个人的时间跟他的外表其实是有落差。就是他其实是很，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就很明显，就是好像有个社会面具，好像我知道我现在我要去上班，我就要戴一个面具，我就是一个可靠的、很有能力的主管，我回家就是我就想当一个宅男宅女，我就要耍废的感觉。好，我们再看一下他有什么的特色。我们看一下这张牌，他是会自我认同的，而且就是他会很多时候如果有一些负面的东西在他脑里面出现的时候，他会去排挤他，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我要给人家，因为他为了维持他形象，所以他其实不太能接受自己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可能就会去想很多的，就是积极的东西呀、可能尽量让自己保持乐观的状态。然后这一章呢，就是因为他说就是 forgiveness，就是他其实是很会原谅人的，而且你会感觉到其实他比较大爱，就是可能他不会说很容易小小事情就斤斤计较，可能他会很容易从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啊，或是考虑别人的状态呀、想法啊，而不会很容易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去放到别人的身上去看的感觉。那我们看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我们就会看一下到底他过去有些什么样的感情经历，我们会剧透一下，了解他，你到底他过去其实有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呢？好，我们这一组塔罗牌的，看看是第一张呢，我们抽到的是这个圣杯侍者，第二张呢是这个圣杯六的正位，第三张呢就是这个的。第三章这个应该是女祭司。那如果这几章来看，我看他过去的感情经历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他其实对感情是挺有想法，就是热情吧。就是因为他第一组我们抽到的是这个圣杯的侍者，其实他是曾经很这个的，我感觉他这可能对于感情开始是很有冲劲，或是很投入在这个感情里面的。只是后面的话，他有点，我觉得他其实开始有点心软啊，或是他受到一些感情的伤害呀、所以他变得就是有点不能自己吧。我觉得就是他，因为本来如果是正位的时候，其实就是他对于这个是，什么都是，很知道自己要什么，或是拿着这个圣杯是很悠言自得的感觉。可是呢，现在的话，他是逆位，就是其实他有可能曾经有贪心，可能他曾经一脚大拖船啊的感觉，所以他现在的话其实是有点，不知道自己真正只是要什么了，给我的感觉。那然后呢，就是我们收到的是圣杯六。那如果圣杯六的话呢，就是其实是这个代表美好的记忆、好的事情。就是你看到他过去有很多的想法，就是我觉得他过去的情感是丰富的，可能不止6个感情。就是可是这是记忆来说呢，我会觉得有好有不好，因为你看到那个图画比较沉静，这个男生其实是有点沮丧的。那所以我觉得他曾经是有一些感情经历是算是有点刻骨铭心吧，有好的，可是我觉得这更多是不好的，给我的感觉。最后呢，我们就是看到他过去的感情经历，我们抽到的这个是女祭司。那女祭司呢，其实呢，就是她是一种很智慧啊、很聪明啊的感觉。那我觉得她以前的话，算是在感情里面是很理性的，就是虽然她可能有冲劲，有一些的想法，可是她其实，我觉得她到最后的时候，可能就会抽离，可能怎么说叫抽离的，就是给我的感觉，可能他每一次到谈婚论嫁，他就开始可能清醒过来，然后就会放弃那个感情。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可能很多时候，为什么他跟上一段感情分开，或是为什么他会离开感情状态，就是因为他突然理智了，或是他可能当他理智去衡量一些生活的需要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再投入这个感情。可能一想到我要跟这个人共度余生，可能我就觉得有惧怕，觉得很恐怖，然后我就不敢做承诺。所以我觉得是他一些过去的状态。我们会抽一下其他牌，看看他有什么感情经历。哦，
这一组跟刚刚第二组一样。我觉得呢，第一张因为就是这个 The Game of Love 啦，所以它很大几率是海王或是海后啦，就是曾经可能有很多角的关系，或是他曾经有很多的段的感情，因为我们刚刚也说过，就是他是圣杯六，就有很多过去的回忆。然后呢，就是第二张是 The Charm of Simplicity。我觉得他就是觉得我觉得他是有点的，他的经历是多的，可是多的来，他是有一种就是觉得啊，开始觉得要简单一点，可能他后面开始进入一些一对一的关系，因为他开始发现，因为原来同一时间要处理很多人的感情，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去做得到，或是可能他就是太过熟悉的爱情，让他没有感觉到真正爱的感觉，所以他开始去发现简单的可能会更好。那我们还会看一下他有什么感情经历。那我们第一张抽到的是狗，第二张抽到的是这个老鼠。老鼠就是，代表一些偷窃啊，或是一些背叛啊的感觉。我觉得它，因为第一张狗狗是代表忠诚，第二张是代表一些背叛啊、偷窃的状态。我觉得他虽然是有很多段关系，可是他在关系里面，其实他如果正式进入正式的关系，他是忠诚的。可是他也因为这样，所以经历了一些背叛。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的那个对象是有受到一些倾向，就是所以他的为什么我们刚刚说他的过去的一些回忆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让他其实我觉得他算是很复杂，而且也让他也说越过分理智的时候，就会让他其实有一点矛盾吧，我觉得，因为他很怕如果我相信这个人。如果我愿意跟他在一起，他又背叛我，那我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让他可能现在为什么感情还是单着，或是为什么他最后现在还是单身啊，或是没有结婚的原因。那我们会看一下，到底什么样的特质会让他心动，感到有兴趣？第一张我抽到的是自由，第二张抽到的是弱点。那给他感兴趣，可能你就是要很自由自在，因为我们刚刚抽到他的特质是有射手座，所以他也是不太爱受束缚，也不是爱被绑住，所以他也希望他的另外一半也是可能不会查岗啊，或是不会很多框架，可能会自由自在，很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也很有自己的想法的感觉。然后呢，第二个就是弱点，弱点是说他愿意接纳自己的弱点的意思，就是你是愿意承认你是有弱点的，你不是完美的，你是很愿意接受自己，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他喜欢他的另一半是，很愿意去了解自己，然后愿意接纳不管好与不好的自己。OK，我们还会再看一下他喜欢什么样的特质。他喜欢的特质就是希望是很纯洁的，就是给他一种很干净、很纯真的能量，有点像可以说是孩童吧，就是你想法是很单纯啊，或是你不会很有心机的感觉。然后他也喜欢他的另外一半是一种光，就是好像在你身边，他就会感觉到很有未来、很有光明的感觉，就是觉得啊，你就是好像一个方向，给他一个有点像那种指路明灯吧。就是他喜欢他的另外一半，就是会很有目标，让他很有的，就是可能有时候他会比较暗黑，毕竟我们刚刚说嘛，他是有两面的嘛，就是外面一套，就是回家里就是另外一个人。他希望是可能另外一半也能接受他不同的样子，而且每一次都可以就是好像他心里面的一道光，去带他去往更好的地方去进发的感觉。我们会再抽一组塔罗牌，看看到底他的特质是什么。好，第一张权杖八，好，第二张是宝剑八，好，
然后最后这个应该是铅笔一。好，我觉得他希望他的伴侣呢，就是行动是迅速的，或是很果断做事，就是不会有一种拖泥带水的感觉，就是目标非常明确。好像他这个天使，他看到那一个就射哪一个，就是不会说啊，我三心两意，或是有很多的想法。假设你今天认定我是你的真爱，那你就迅速的把我拿下吧，就是他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呢，这个是宝剑八，就是他当然我们说宝剑八就是绑住嘛，觉得自己动弹不得嘛，对不对？他希望的他的另一半，可能他的想法不会被束缚着，可能他的想法是多变的，因为他刚刚前面我们说到自由，OK，所以他希望他的另外一半就是不会很多的条条框框去绑住他自己。就是说啊，没有说一定要怎样，或是诶，是不是哦，一定要生小孩，就是结婚一定要生小孩啊，或是那个顺序会不会可以变啊？很多市场的方式是可以变的，变通，或是一些活跃的想法的感觉。然后之后我们抄钱币一的正位，说逆位。那当然，如果是正位，他可能就希望他另一半对钱这种观念是比较多啦。那可是如果是逆位的话，我觉得他希望他的另一半的价值观里面，金钱不是很大的比重，就是不会说看重金钱这个东西，不会说啊，今天我有钱你就跟我在一起，我没钱你就把我抛弃。就是他希望的另外一半的特质，就是物质心不要那么重。好，我们会抽一张雷诺曼卡看看，到底他还有什么的心动的特质是他会感兴趣的。好，跟他一样，就是我们也抽到树，就是我觉得他希望他的另一半是第一个书啊，就是说他也是很有学历啊，或是会很多东西，不一定说一定是大学毕业什么的，至少可能你要有对知识的就是很喜欢看书，或是你是对于知识是很感兴趣的，就可能你会不断去进修啊，或是会学很多不同的东西。然后他也希望他另外一半像大叔这样子很稳的，就是有种沉稳的感觉，稳定，或是一种很可靠的感觉吧，给我的意思是。就跟他一样，因为他也是一棵树，所以他也希望他另一半跟他有同样的特质，就是比较可靠啊，比较有力量啊。好，那我们呢会再看一下，到底你可以做些什么，让这个感情可以顺利的发展呢？假设你们没开始，或是已经开始了，怎么会更好呢？第一张我们抽到的是内在时尚，第二张就是扩大你的正面情绪。我觉得呢，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有说过嘛，你们两个都是有种大家都互有好感的状态。那其实内在时尚就是说，你内心里面，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你投射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好像我现在是觉得我很值得被爱，我是一个值得拥有一个好的感情的人，就是你要先管好你自己内在的想法，你才会让跟他顺利发展。OK，就是你要，好像你今天你想得到一个美好的爱情，那首先你想别人爱你，你先要自己爱自己，就是你这个就是你的内在要配合。跟你是外在内在的心境要配合，你才会投射出美好的感情出来。因为我们另外通道是扩大你的正面情绪，就是你要想法越来越积极，就是可能你会觉得我很有信心把它拿下，或是我要觉得我很值得被爱，我就是这么好。因为我们如果你记得一开始我们抽到，就是在他眼中你就是一个非常有自我价值的人，那所以在他眼中，其实他也很喜欢一个自由自在的灵魂啊，又很有想法的女生或者男生。那所以你要对自己更加正面的、更加积极的。你才会可以算是让这个感情真的去发展，或是有好的东西发生这样子哦。然后我们会再看看，到底你会做什么呢？好，
我们呢，是不是看到下一步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做的，我们抽到是雷诺曼卡的男主角，这种就是代表魅力。那你可以做一些提升你的魅力的方法，例如可以做什么？假设你会化妆的，你可以精进你的化妆的技巧啊，提升你的个人魅力啊，穿着打扮啊，或是注意整洁吧。我觉得他应该喜欢一些干净啊、干净的一个外表的男生或是女生。然后呢，你可以跟他创作一些交流的机会，因为呢，雷诺曼卡的这个庭园是代表约会的地点，或是交流的地方，就是可能有机会不一定是说单独约会啊，甚至朋友的聚会啊，他有的地方你都出席啊，做多一些你能跟他相处的机会，是可以让你跟他发展更顺利或者进一步发展的。好，然后呢，我们还会抽到这一张，然后还有我们在抽到的就是这个能见度、突出性跟上升，就是其实你要让在他的面前你提高你的能见度，让他多看见你。然后呢，还有就是要让他感觉，因为前面我就有说过，对于他来说，他是有注意到你的，而且他还感觉到你对他有好感。所以呢，你就是提高你自己的能见度，然后，或是我觉得突特性是你要让他感觉到你对他是特别的，就是好像假设你买饮料给所有人，他那一杯是特别的，所以他会觉得，咦，好像你对我是有意思哦。就是你对他也是提高这种突特性，就是可以让你们两个的发展会更顺利。然后呢，我们会抽到就是平衡啊，感觉跟慈悲，就是你要多注意你自己的感觉，就是你的付出要得到平衡，就是不要有种失衡的感觉，好像你过度付出这样子，这样才会让你跟他的感情进展会更顺利。那我们现在会看一下，到底你们这一组牌跟这一个他会有机会出现什么结局呢？好哦，刚刚有上线，好，你有抽吗？这一个的牌组，你有选项吗？好，结局。好，好了，他说这一组结局的话，首先建议就是 let go，还有 reconsider。那是不是代表这个就是不好呢？我觉得不是，他 let go 是说一种顺其自然的意思，因为你们已经有互为好感，OK，那所以的话，你就只要顺其自然，其实你们就会发展的了。就是你只要有可能，刚刚你发现如果我跟他的喜欢的对象所有东西都很合的话，其实慢慢他也会被你吸引过来，所以你只要顺其自然就好了。然后 reconsider 呢，就是你要再考虑的是什么？考虑到底他适不适合你如果你知道他可能他表面跟里面可能是有差的，你还是很喜欢他嘛？就是你要想想这些的考虑。然后如果你都觉得 OK，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我能理解，那这个就是他就很大几率可以跟你成功在一起的状态。那我们还会看看你们会迎来什么结局。OK，看这是康雪。好哦，那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话呢，很大几率会，因为 concept 其实就是两个人就是有定下来的感觉，约会定下来的意思。然后后面我抽到这一张 family room，其实就是说你们很大几率会就是共组家庭吧。我会感觉你们的结局，如果就是走下去的话，你们会变成可能真的会结婚或是组织一个家庭的意思。因为这个家庭就是你会很感觉到就是很和谐，而且是一个 family room 的话，就是是一个真的是很实际的在一起的状态。我们还会看看最后的牌。好，
了，我们就看到这个 contemplation 啊，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开始要让你自己的一种妥协，让你自己的状态，就是有可能你现在对于他的这种感情是有点执着的，或是你很想得到，就是你因为你都感觉到他对你互为好感，有可能你已经跟他在一起，那可是你要就是反而是不要放下执着，你要让你的头脑跟你的心的想法。就是你要放下，可能有时候就透过直觉去觉得你现在该做些什么。比较，因为前面我们有抽到 let go 嘛，你们结局就是其实你只要放开心，让你的感觉去流动，你的感情去流动，其实就会顺其自然，东西就会发生的了。就是不用太过执着，放轻松。然后呢，我们抽到的是 innocence，innocence 就是我们说很说是无辜嘛，就是的字啊。他说就是有时候呢，你可能觉得你当下的情境有点无奈，我不确定这一组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原因，可能他这个男生可能做一些不好，或者女生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怎样，你现在是有些无力感吧。可是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你的无力感是让你现在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可是你现在把它只要净化了之后，其实你的无力感取消了之后，你就会更顺利。就是说你很大的几率会跟这个人是啊，我不能说一定会婚姻，不过你们会组织家庭哦。就是我会觉得你们是很有未来的期望的，就是至少我觉得你们已经很有好感，而且也觉得大家可能是一个适合的对象，因为我看你们两个的特质啊，或者的感觉就是有种般配吧，就是他喜欢的特质。那所以的话，你们可以就是让自己放轻松，好好顺着宇宙之流，其实就有机会你会跟他在一起。那好了，我们今天三组的解说也差不多了。那如果你真的对我的占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点赞啊，也可以去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每个星期四都会有不同类型的大众占卜或者是零星直播。那喜欢我的就可以去订阅我的频道啊，然后就可以多注意有新的上线的影片这样子非常感谢大家，那谢谢喽，拜拜。